亲爱的静心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在团体中选择配合别人与保持自我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为了融入团体，我们常常选择配合别人的意见和行为。但是，这样的配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与团体格格不入，又是谁的问题？还有，当面对原则和配合的抉择时，我们应该如何拿捏？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配合别人的意义。配合别人有助于我们融入团体，促进团队的和谐和合作。比如在工作中，配合同事的节奏和方法，能够提高整个团队的效率和成果。在朋友之间，配合别人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让我们更容易交到朋友，增强友谊的深度。然而，过度的配合会让我们失去自我，变得没有个性和立场。当我们总是选择配合别人，久而久之，自己的声音和需求就会被忽视，内心会感到压抑和不满。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感到疲惫和迷失，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而是成为了别人的附庸。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但你的朋友们都喜欢热闹的聚会。如果你总是配合他们，每次都参加各种聚会，久而久之，你会感到非常疲惫，甚至开始厌倦这种生活方式。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原本的兴趣和爱好，变得不再快乐。所以，适当的配合是有必要的，但过度配合会让我们迷失自我。那么，当我们与团体格格不入时，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团体的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行为或观念与团体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一致，这时候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调整和适应。但有时候，也可能是团体本身存在问题，比如团体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或者团体的氛围不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举个例子，假设你加入了一个新的工作团队，发现这个团队的工作方式和你的习惯完全不同。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方式，不愿意适应团队，那么你很可能会被排挤，最终无法融入团队。但如果你愿意尝试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慢慢适应团队的节奏，你会发现自己能够更好地融入这个团队。然而，有时候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团体本身。如果这个团体的价值观和你的价值观完全相反，或者这个团体的氛围让你感到压抑，那么即使你做出了很多努力，最终也可能无法融入这个团体。这时候，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值得继续留在这个团体中，或者是否应该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环境。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原则和配合之间的拿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些原则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根本，也是我们内心的指南针。当我们面对需要配合别人的情况时，要首先考虑这种配合是否会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配合别人会让我们违背自己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应该坚持自我，不轻易妥协。举个例子，有些人在饮食上有禁忌，例如不吃牛羊肉。但是，当他们在约会或者朋友聚会时，为了不让对方感到不便，可能会选择妥协，甚至吃一些自己平时不会吃的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样的妥协是否合理？是否会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其实，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失去恋爱机会或是朋友而选择违背自己的饮食禁忌，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这些都是我们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如果为了讨好别人而违背自己的原则，久而久之，我们会失去自我，甚至感到内心的压抑和不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情况，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和尊重。正所谓合则来，不合则去。当我们在团体中感到格格不入时，不仅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还需要考虑这个团体是否真的适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人，但你的朋友们都对环保问题漠不关心，甚至有时候还会做出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为，这时候你会感到非常困惑和不安，因为你的价值观与他们完全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问自己，是否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团体中，并尝试改变他们的观念，还是选择离开，寻找一个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团体。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自己的感受，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与某个团体格格不入，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团体的问题，而是我们和这个团体之间缺乏共通的价值观和目标。这时候，我们需要有勇气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团体，而不是勉强自己去配合不适合自己的环境。因为只有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中，我们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总结来说，融入团体需要我们在配合与坚持自我之间找到平衡。配合别人能促进和谐和合作，但过度配合会让我们失去自我。与团体格格不入时，我们要反思自己，也要评估团体，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在面对原则和配合的抉择时，要有清晰的判断，坚持自己的底线，这样才能在团体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和满足感。希望这些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也希望大家在团体中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既能与人和谐相处，又能保持自我，活出真实的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